Hello， 大家好，又到了滴滴谈心时间。今天我们来看一看汪小菲的星盘。前两天看了他这个和情感博主的连线，真的半夜没把我笑死。搞了半天缠着人家博主，意思就是想跟大 S 复婚啊。你对他是爱还是可怜？爱，你还爱着是吧？这单子真的太难接了。然后最后还缠着人家要帮忙看一下星盘是吧？我今天就在这边啊，当场给你看星盘。不知道汪小菲能不能看到这个视频啊？我们今天就来明明白白的扒一扒他的星盘。就他这事儿吧，巨蟹座的风评真的又一次被害了。不知道大家发现没啊？就是身边的巨蟹座啊，确实在情绪上更容易 drama 化。那其实太阳巨蟹座确实有一定的问题啊，比月亮巨蟹座要差太多了。在星象学上，太阳巨蟹是属于阴阳反背，什么意思呢？就是太阳是一个阳性的星体，火之精华，纯阳之体。那巨蟹座的守护星座是月亮啊，是一个阴性的星体，水之精华，一个温柔包容的形象。所以太阳落在巨蟹座是属于落错地方了啊，就阴阳相反，有点跟上厕所啊跑串了。不太恰当的这个比喻啊，所以就会有不和谐。虽然太阳巨蟹座啊确实会有恋家啊、怀旧啊这一面，但是呢也特别容易情绪化。然后和太阳同宫是有一个金星，所以他确实性格上啊，特别是谈恋爱的时候有很温柔体贴的一面。就是张兰说的，他儿子是暖男，包括他的形象也很不错啊，非常的招人喜欢。而且金木又是互融的啊，桃花确实非常的旺。水星双子座入庙的啊，所以他其实很能说，和他聊天是非常开心的，侃天侃地的，然后水火同宫啊，说话也是很直接的。他自己就爱聊天啊，爱说话啊，只不过水星有个逆行啊，是个小瑕疵。然后呢，其实也是被太阳灼伤的，所以讲话啊、思路啊，虽然是很灵活、很机智啊，但是呢，也会有点磕磕巴巴。然后最重要的啊，他是有一个水海对冲。确实啊，挺能忽悠的，是个大嘴巴子，不太靠谱啊。就比如说他说出来有8分的话，你只能信4分，而且会特别的散，你都不知道他思维已经发散成这样了。就好在啊，他的水星是入庙的，能够控制住一点，跟你聊的时候啊，就至少还能言之有物，否则他这个结构真的是忽悠，接着忽悠。然后他的月亮啊，稍微矫正了一下啊，金牛或者是白羊。但是按照我们这个兰姐的个性啊，月亮也代表母亲嘛，那必须得是白羊啊，敢闯敢拼，一往直前，也很天真自我，像个老小孩一样。然后呢，是有个月冥对冲啊，所以控制欲非常的强，意志很强大的，不服输的这么一个大女人。月亮还落在10宫官禄宫，事业型女性嘛，这就是张兰本兰啊。所以按照她的月亮星座倒推啊，我倾向于汪小菲的上升啊，应该是巨蟹座的，这就更加重了他这个 drama 体质啊。然后金星入命啊，太阳整宫也在命宫啊，金星代表了情感嘛，也正好是11宫主、福德主以及4宫主，所以呢，他这个人肯定是不缺桃花啊，还有福德，有大众缘。并且呢，家里也非常的支持他，就很像汪小菲啊。然后太阳整宫是1宫，但象限是落在了12宫啊，所以他这个人也有点是在低调和自我之间反复横跳啊，这两面都会有啊。福点在11宫，看上去就是有钱啊，会赚大众的钱。木土在4宫，所以家里也是有钱有资源啊，有头有脸的人物。但是他自己呢，事业心确实是很重，总是也会有小人啊，自己很多时候也不想出头，只想躲着。日月落福点所在的宫位也只能说非常的平平，所以他自己是有点有心无力啊，不务正业的感觉啊。他有个日月互融接纳，这点还挺好的，对事业肯定是有利的啊。他父母关系其实也还可以啊，所以这个人格还是比较健全的。都说他花心啊，我们来看看他的感情。如果按照这个盘这么看的话，他是一个金月行客。做到这一期啊，男生的盘看情感应该不用多说了吧啊，就必须要看的就是金星和月亮。如果金月有不和谐相位的，比如说像他这个刑冲啊，就容易感情出现问题，因为他这个喜欢的类型容易不一样，这内心不容易被满足啊，看见这个也喜欢啊，看见那个呢受不了了也是喜欢啊，所以首先这个金月的状态就有问题。再看一眼火星，为什么要看火星？因为火星代表 sex， 这个老管不住自己是为什么呢？他的火星是双子座，
双体星座就本身容易会带来一定的问题，前提是在他状态不太好的情况下，就容易摇摆啊，脚踏两只船啊。他的火星确实有问题啊，对面是被一个海王给冲了，这不就是海王本王吗？虽然度数上有一点宽啊，但是整个星座上还是冲了，所以就一定会有影响。火海冲就特别容易差异是混乱，就会比较泛滥。他为什么会喜欢大 S 呢？我记得大 S 之前在综艺当中是有说过自己是上升巨蟹座的。这不汪小菲的金星和太阳都是巨蟹座的吗？尤其是金星啊，就是男生喜欢的类型，那正好落在了大 S 的上升所以他对大 S 就是一见钟情。另外他是月冥冲的，喜欢强势的女人正好大 S 是个日冥合，也是意志力控制欲很强，就是大姐大嘛。按照汪小菲上升巨蟹座的这个盘，他的夫妻公主是摩羯座主星是落在了天秤座，大 S 就是天秤座的，也是比较符合那土星天秤是入旺的，我觉得就是星体升官加爵。那大 S 本身就是个女明星是有名望有地位的，土星还合了一颗木星那这个老婆也是有资源有财富有思想的人。他这个土木合相在天秤座是非常好的，土星就是管理所以他本人也是做这种管理方面的工作。但是两个人也有挺多不合拍的地方首先他们两个人太阳是刑克的汪小菲是巨蟹座，大 S 是天秤座，性格上肯定有不合拍有矛盾的地方。然后大 S 的太阳还跟汪小菲的月亮是一个对冲，所以大 S 就会觉得汪小菲脾气太直接太毛躁。同时他们两个的水星也是有一个刑克汪小菲是水双子，大 S 是水处女其实这两个落位都是非常好的，入庙汪小菲是能砍，大 S 是既能说又有条理，就一条一条逻辑上闭环把你堵死所以真的要 battle 的时候一般水双子打不过水处女。两人的火星还好是有一个三合所以行事风格sex都是比较合拍的我看到大 S 的太阳是被火星和冥王包夹在中间所以他这个人是非常刚的真的有点女战士的感觉绝对是个狠人，不太好惹。而且大 S 本身的情感也有问题首先他是一个金天蝎落线，然后呢还和落线的火星互融，以及被一个落线的土星刑克，所以他的感情也是够呛。一个是容易分手故事比较多自己在感情当中呢也比较作，控制欲比较强。还有一个呢就是容易受情伤情感方面比较压抑，就在感情当中承担了太多东西，不堪重负的感觉，情感方面的 taste 也是蛮重的，他自己也很能忍甚至有点自虐的倾向。包括但不限于他的恋情方面就是金星代表的事物，比如说为了美为了享受社交他都会对自己特别狠。然后还有一个金天合所以感情上也是不走寻常路。他这个土星如果是按照上升巨蟹座的夜盘的话，真的蛮凶的，就在狮子座代表的心脏心脑血管包括肾脏还有被克到的天蝎座代表的生殖系统方面都要注意。然后我们可以再看一下两人的组合盘组合盘是从上帝视角或者说在公众的眼里他们两个合体是一个什么形象。比较盘当中困难相位比较多但是在组合盘当中和谐相位偏多的话两个人整体其实还是 OK 的。我们看到在两人的组合盘当中是一个群星狮子座所以这两人在公众的印象当中合体都是非常的闪耀引人注目的，很高调。包括命主也是跑到了10宫一个公众宫位，然后日火水，所以就很能说就信息很多，说出来的东西呢也很直接很有爆炸性戏剧化。狮子座嘛，然后组合盘中是日月三合了，所以两人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说深层次方面还是很合拍的，欢喜冤家但是天生一对金星是处女座入弱，然后和海王有一个刑克，所以婚姻当中还是有很多幻想泡沫的部分。金星还合了一个北交和土星，虽然这份感情也很稳固在外人看来但是比较压抑的也比较小心翼翼吧。然后组合盘当中也是月冥冲在感情当中两人内心的控制欲都是非常强，让人窒息，所以大 S 是绝对容忍不了第三者的。然后汪小菲看现在大 S 和光头在一起他也是忍不了，内在肯定是不舒服的。火海三合，两人在一起的行动力也是艺术化
或者说矫情化，比较散漫啊，战线拉得又长，因为目标不明确嘛，被海王给咚一下拉入海底了，正如他们的故事一样啊，又臭又长。好了，今天汪小菲的星盘啊，结合上他和大 S 的合盘，就分析到这里啦。喜欢我请关注我，欢迎点赞收藏，让我们边吃瓜边学习占星知识，下期见吧。